1965年5月19日，新加坡高等法院正在审理一桩离奇的杀人骗保案件。案件已经进入最后的判决阶段。2个小时以后，由7人组成的陪审团将要给出最后的判决结果。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想过这个案件会成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载入史册里程碑式的案件。在陪审团一致裁决中，陪审团全体成员都认定犯罪嫌疑人洪淑轩谋杀罪名成立，建议法官判处强制性死刑。就在本次庭审结束3个月以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本次庭审也成为新加坡最后的陪审团审判之一。1970年1月，新加坡完全废除陪审团制度。此后，新加坡的审判庭上只允许法院法官主持处理所有的死刑和非死刑的案件。但是，这还不是本次庭审最具标志性和特别的地方。最特别的是，犯罪嫌疑人洪淑轩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个法庭在主要证据缺失、仅凭间接证据就被判犯有谋杀罪、处以死刑的人。换句话说，洪淑轩也是新加坡第一个在被害人尸体没有被找到的情况下，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的人。直到今天，被害人石青菊的尸体也未寻回。整个法庭诉讼过程当中，洪淑轩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冷漠傲慢的笑容。然而，当法官宣判死刑以后，瞬间变得面无表情。不久之后，洪淑轩提起了上诉。10年担任本次庭审控方的高级检察官弗朗西斯·肖，也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洪天寿高级检察官，在事后回忆说，他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傲慢无礼和冷漠的杀人犯。1973年，英国记者亚历克斯·乔西就以这个案件为原型，公开出版了一本名为《完美谋杀案》的类记录小说。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洪淑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何在法庭之上如此傲慢？他为何一直坚称自己不可能被判处死刑？案件的结果会不会如他庭审前对检察官所言，你们始终还是会把我放了的？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故事需要从一次浪漫的邂逅开始。1963年5月的一天，在新加坡北桥路的一酒吧餐厅里，时年24岁的洪淑轩第一次邂逅了时年22岁在餐厅工作的酒吧女服务员石青菊。石青菊 Jenny 1941年生人，幼年丧父。1947年，母亲改嫁华人卓金生，育有一女。根据当年的报道， Jenny 与同母异父的妹妹关系密切，她几乎不会英文，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辍学在家，不再读书。1957年， Jenny 与华人于展川结婚，育有一子一女。几年后，与丈夫感情不和，随即分开。当她遇到洪淑轩的时候，已经与前夫分手，2个孩子留给了前夫。就从 Jenny 与洪淑轩第一次见面就完全被其吸引。洪淑轩特别会哄女孩子开心，甜言蜜语的奉承之下，2人很快就如漆似胶。Jenny 更是确信这就是她想要的爱情，要嫁的男人。洪淑轩告诉 Jenny， 我觉得我们就是天生一对。不久， Jenny 就把心爱的男人带回了家中，面见父母。父母对于初次见面的洪淑轩非常满意。聊天的时候，洪淑轩对 Jenny 的母亲说，我中学就读于维多利亚学校，获得过高级剑桥1级证书，曾拿着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进行过飞行员的培训，还曾是一名赛车手，目前在读法律，准备去英国攻读法律学位。讲真，时年24岁的洪淑轩并没有说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是他的真话只说了一半。洪淑轩出生于1939年，当时的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小洪同学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据说4岁多就开始接受教育，英语达到了母语水平。后来在接受庭审时，全程英语应诉。中学时，在学校组织的智商测试中，智商高达128，可谓是智商极高，一直排在全校的前10名。读书是其小时候最大的爱好。洪淑轩中学毕业，并于次年获得了高级剑桥1级证书。1957年，作为优秀毕业生，他接受了
了免试全额奖学金的教师培训。后来他又放弃了，因为他又有了新的更好的选择。他接受了完全由政府支付奖学金的科伦坡飞行员培训计划。然而，由于他多次无视航空公司的规定低空飞行，最终被公司开除，并吊销了他的飞行执照。这也就是他没有对珍妮母亲说的另外一半真话。1961年，洪淑轩参加了在老汤姆森路赛道举办的旅游赛事新加坡车手大奖赛，跻身前10，自此开始了他的赛车手职业生涯。然而，在他作为赛车手的这段时间里，他有2次触犯了法律。1961年，他在一次事故中撞死了一名行人后，首次被指控疏忽驾驶，并被罚款30元新币。1962年，企图入室盗窃后被抓捕，被判缓刑。就在第2次定罪后，洪淑轩决定攻读法律专业，并决心去英国攻读法律学位。故事发展到这里，也还算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如果他就此收心，就凭他128的高智商，金灿灿的黄金道定会为他而开。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喜欢赛车和追求女郎，挥金如土，奢靡无度。1962年10月，仍旧一事无成的洪淑轩早已负债累累，欠下高达6000美元的债务，被列入穷籍，宣告破产。被逼无奈，他在熟人的介绍下进入当时的保险公司，从事保险经纪人的工作，直到与珍妮相识。在只读到小学3年级珍妮的眼里，洪淑轩是个知识渊博、英俊潇洒的男人。对于洪的要求，总是唯命是从，无不答应。事发前2个月，洪淑轩说要带珍妮去吉隆坡旅行，为了保险起见，出发前购买了3份保险，投保总额高达45万新元，还指定了洪淑轩的母亲作为保险的唯一受益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珍妮，想都没有想就签了字，毕竟马上就要结婚了嘛。她也觉得未来的婆婆作为保险的受益人并不算什么问题。家人们，特别是在看节目的年轻姑娘们，看到没有，渣男的套路有多深？这个时候的洪淑轩不对，其实早在洪淑轩宣告破产与珍妮初相识没多久，就应该已经开始谋划这起骗保杀人的事情了。讲真，如果不是，我真的是想不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外表风流倜傥、阅女无数、傲慢清高的大渣男，怎么会看上一个离过婚、只上过小学3年级的少妇？真是细思极恐啊！签下保险合同的1周后，洪淑轩开着借来的跑车，兴致勃勃地载着珍妮开往吉隆坡。正当跑车经过马来西亚芙蓉的时候，出了车祸。事后，洪淑轩说是为了躲避一只狗，翻车后，洪淑轩毫发无损，跳车逃生，而珍妮乘坐的副驾驶位置却被撞得稀巴烂。上天保佑啊！幸好他只是受了轻伤，除了手臂和脸颊稍有擦伤和淤青，人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回家时被妹妹看到的时候，他还说笑：“没事了，都是小伤，幸好你姐夫没出什么事情。”哎，真是个傻女人呢！你还有心在这关心渣男，他可是想要了你的命啊 ！No， 很显然，这是一次人为的事故。身为赛车手的洪淑轩，怎么可能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况且车祸造成受损严重的部位，正是珍妮所乘坐的副驾驶位。然而，魔鬼的死局才刚刚开始。1963年8月27日一大早，洪淑轩把珍妮的一份15万保额的保单续交了保费。这份保险在前一天就已经期满。身为保险经纪的他，很便利的就把这份保险有效期延长了5天。他自己的那份保单却并没有延长。就在上次车祸不久，洪淑轩去珍妮家看他的时候，一直抱怨上次没能去成吉隆坡，好烦啊！要不然等你好了，咱们去姐妹岛潜水吧。向来对洪淑轩有求必用的珍妮，想都没有多想，就说：“好呀好呀，你说什么都好，一切都听你的，我也好想去潜水呢。”续保工作完成后，洪淑轩和珍妮在船夫约瑟夫的带领下驶离码头，开往姐妹岛。洪淑轩告诉船夫约瑟夫，他们计划去姐妹岛水肺潜水和收集珊瑚。洪淑轩为了这次潜水之旅，带来了1根导绳、3个气瓶、2对脚蹼、2把刀、1把小斧头、水肺设备和1台晶体收音机。众所周知，
姐妹岛周围的水域虽是潜水圣地，但是在这个季节，那里的水域很深很危险，对于初学潜水的珍妮来说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30分钟后，当他们到达姐妹岛时，珍妮带上了潜水袋，并拿走了斧头、一把刀和一个金属重物。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下水，洪淑轩在他身上系了一根绳子引导他。据曾经带着这对情侣参加过另一次潜水旅行的船夫约瑟夫说，他发现 Jenny 对于潜水并不熟练。10分钟后 ，Jenny 重新浮出了水面。Jenny 浮出水面后，洪淑轩为其更换了新的氧气瓶，让他再次自己潜入水中。这一次，洪淑轩虽然也穿了泳裤，却也没有和他一起潜入水中。据约瑟夫后来在庭审时向法官陈述，珍妮下水后，洪给了我一台收音机，让我没事可以听一听。然后洪就一直在修理一个氧气瓶。洪当时还向我求助，说氧气瓶的出口坏了，在漏气。我当时把船上的备用气塞给了他，但还是不行，所以我就和洪一直在修理氧气瓶。此时的珍妮一直在水下。过了一会儿，洪突然起身，拉了拉绳子，但是为时已晚，珍妮已经不见了。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问我的女朋友在哪里？但约瑟夫说我也没有看到她呀。洪淑轩又反复的拉了拉绳子，但都无济于事。约瑟夫随后把船开往了圣约翰岛，联系了警方。后来一名警卫贾法尔带着至少5名渔民进入姐妹岛周围海域寻找珍妮，然而珍妮仍旧毫无踪迹。根据约瑟夫的说法，洪在寻求帮助之前并没有很过分的寻找珍妮，即使后来渔民下水寻人后，洪也没有下水。他看起来一直很平静，并不着急，这很奇怪。珍妮失踪后的第6天，新加坡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樟宜潜水俱乐部的几名蛙友潜入水中寻找珍妮，但始终没有找到。但是这次的搜寻，蛙友们找到了一个脚蹼，这是珍妮的，在她失踪前穿戴过。后经检验，发现鳍状肢的顶部和底部被人用锋利的刀片很干净地切断了。一位专家证人后来作证说，失去鳍状肢会导致潜水员失去平衡，并影响其行动能力。由于珍妮没有游水和潜水的经验，定会惊慌失措，因此被卷走，并淹没在岛屿周围强大的洋流当中。自从22岁的珍妮失踪后，警方就把洪淑轩列为最重大的嫌疑人，因为警方发现洪淑轩已经通知了多家保险公司，声称珍妮已经死亡，并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他甚至聘请律师，要求赶在验尸官关于珍妮是否死亡结论的报告之前完成整个保险赔付程序。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因为当洪去要求公司发放赔偿时，警方并没有判定珍妮已经死亡。多份保险的受益人正是他的母亲，而他就是其母的赔偿代理人。后经保险公司证实，他甚至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声称只要赔付金额的一半就可以了，请你们快点办理。1963年9月6日，新加坡警方决定将 Jenny 的失踪重新归类为谋杀案，开始正式调查。Jenny 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尸体一直并没有寻回，没有直接证据能够指证洪淑轩犯有谋杀罪。期间，洪淑轩一直无罪在外，正常生活。直到1964年12月21日，新加坡警方才正式逮捕洪淑轩，并于次日将其带上法庭，检方控其骗保谋杀。随后，1964年12月29日，洪淑轩被解除谋杀罪，但未被宣告无罪，原因是罪证不足。然而，1个小时以后，警方再次逮捕了他，并将他拘留了1日，然后第2次指控犯有谋杀罪。这一次，地方法官批准逮捕，因为嫌疑人极有可能涉及非常严重的谋杀罪，并命令将其还押在欧南监狱等待审判。1965年4月26日，洪淑轩因谋杀罪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受审，由7人陪审团和高等法院法官布特罗斯主持审判，高级检察官肖天寿领导控方。被告人洪淑轩的律师代表是库马拉斯瓦米。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库马拉斯瓦米也是后来新加坡有名的法官和外交官，曾在1976年到1984年间担任新加坡驻美大使。由于一个人被指犯没有尸体的谋杀案，这在当年的新加坡是件非比寻常的案件。这次的审判引起新加坡、马来西亚全民的广泛关注。
旁听席座无虚席，法庭外一直站满记者和民众。控方的所有证据完全基于间接证据。10年担任此次庭审的高级检察官肖天寿，庭审时对法官和陪审团说道：“这是我们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此类案件，即使没有尸体，也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逃脱谋杀指控。如若不然，卑鄙的杀手可能会逍遥法外，并逃脱惩罚。”肖天寿诉称，珍妮失踪前，洪淑轩曾帮其购买过数份保险，并令其母成为保险的受益人。更重要的是，他还帮珍妮请了位律师，立下了遗嘱，等他死后，他的财产将全部交给洪的母亲。事实上，珍妮和洪的母亲从未见过面。这些保单的赔付金额高达45万新元。面对检方的指控，洪淑轩选择了上台亲自辩护。他辩称自己纯属无辜，珍妮是我所爱，且是我要结婚的女人。之所以没有下水找人，是因为水下有鲨鱼袭击。再说，已经有丰富经验的渔民开始下水。之所以让珍妮先行下水，是出于女士优先的基本礼节。自己没有谋杀珍妮的动机。对于检方的指控，洪淑轩全盘否认不说，还时不时地露出不屑一顾、傲慢诡异的微笑。法庭之上不以为意。1965年5月19日，庭审审判结束，进入陪审团判决时间。在陪审团考虑判决之前，法官布特罗斯列出了16个关键旁证，以供陪审团考虑。其中最后3条，法官严正说明，在珍妮失踪后不到24小时，洪淑轩就将珍妮的死讯通知了保险公司，并要求全额赔偿。他的说法包括了珍妮因溺水或鲨鱼袭击而亡。洪试图通过寻找律师向保险公司施压，并敦促验尸官尽快结束珍妮可能死亡的案件，即使他只能获得1半的货币补偿也是可以。洪淑轩声称，发生故障的油箱清洗器经过测试后发现完全正常。2个小时以后，7人陪审团返回裁决，在一致的决定中，都认定洪淑轩犯有谋杀罪行，建议判处强制性死刑。随后，洪淑轩不服判决，向马来西亚联邦法院提出上诉。1965年11月19日，联邦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66年10月5日，他向伦敦枢密院提出的上诉也被驳回。关押在樟宜监狱死囚牢房里的洪淑轩心有不死，又向新加坡时任总统优索夫请求宽大处理。同时，洪的3000名家人、朋友和同情者也向优索夫总统发出另一份宽大请愿书，请求宽恕。1967年1月31日，优索夫总统拒绝赦免，并授意于1967年2月6日星期一早上执行死刑。节目最后，我想用庭审法官布特罗斯的庭审陈词结束今天的节目。You killed this young girl, Jenny, whose only fault, apparently, was that she had the misfortune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 and to give you 你杀了这个年轻的女孩珍妮，她唯一的错显然是她不幸地爱上了你，并把她拥有的一切都给了你，她的一切。年轻的姑娘们，请你记住，爱一个男人之前，你更应该爱的人是你自己。当然，最后的这句话是我说的。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